好的，最近这一台模型也是新发售了，它就是 EX78高达。那么和常规的78高达比起来，可以看出它整体身材是非常的壮实，而且外甲的覆盖也是非常的厚实。我拼装起来的感觉也是，它全身很接近于 RG 的规格了。然后更多的细节更像是一台78高达穿越到了星战的世界观。你如果说它是星战里面的机甲，我觉得一点都不违和。然后有很多非常现代化的美式科幻设计放在这台高达上面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感觉被人诟病最大的就是它的头部和常规的高达脸差距非常大。我看网上有朋友说它是因为想要设计师还原骷髅的一个造型，那我感觉它的气势还不够，现在给人感觉就像是戴了一个软包的帽子把整个头给包起来，这种感觉就显得非常没有气势，很没有精神，像要过冬然后戴着一个厚帽子的那种感觉。那么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改造方法，让它的整个头部更有精神一点。首先我觉得脸部变帅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帽檐，要让它的帽檐尽可能的向下，这样可以让他的眼神尽可能的变得更加锐利。因为现在他的眼神是显得比较呆滞，或者说是比较沮丧的一种眼神，所以让帽檐给它压下来会好上不少。那我们第一步呢，就是用我们之前用剩下的流道的这个部位，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些字，但是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一个胶板，如果我们善加利用的话，可以用它来进行改造帽檐。改造的部位呢也是很好看的，就是下面这个位置，给大家拿来看一下。那么改造的零件呢，就是这个零件的下边缘，通过一定的胶板给它垫厚，然后打磨出一定的斜角，这样就可以让它的帽檐尽可能的向下了。那我们用的就是胶板的这个部分，也是原汤化原石，这就是它对应原色的一个胶板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步操作吧。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改造的帽檐零件了，可以看到万代帮我们把它做了分件，那还真的是确实方便我们改造了。好，我来切下多余的胶板零件，其实也用不到很多，只需要一小部分就可以了。可以看到 A 部分这边的一圈其实就已经足够我们用了，因为其他地方还有字嘛，我也懒得打磨，只用这 A 边上的这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我们来比对一下，就是用到这一部分，贴上去，然后打磨处理一下，用笔刀来切削掉多余的突出部分。刮平就可以了，或者用打磨板打磨也可以。另外一边也是对应的处理一下。好的，切除多余的突出部分，然后打磨平整以后，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使用的部分了。然后我们再把多的部分给它剪掉就可以了。只需要用前面平的那一部分，剩下的部分是多余的。那么这一部分已经足够我们的帽檐延长来使用了。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它粘上去，粘贴的部分就是这儿。我这边使用的是显能胶水，或者大家也可以使用滤盖。滤盖的话可以让它塑料之间的分子结合得更紧密。我这边因为需要比较好的速度，所以用显能和催化剂来进行，粘上去就好了。然后我们要处理一下帽檐这个位置的两个零件的突出部分，这个我需要把它切除磨平，然后用我们自制的帽檐零件给它贴合上去。自制的帽檐零件贴合上去以后呢，就可以让帽檐尽可能的往下延长。当然如果我们一层不够的话，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做一层这个零件，多层的堆叠可以让帽檐尽可能的向下压。尽量给它的内侧打磨的尽量圆滑。
打磨完以后可以对比一下，贴合上以后没有太大的问题以后就可以进行粘贴了。这边我堆叠了2层，然后就需要打磨一下，把边缘修整一下。那黑色部分的边缘就是需要打磨掉的部分，让帽檐呈现一个斜角度，不然现在这样的话2层就太厚了，完全把眼睛全部挡住了，就变成眼罩了，那就不是露出凶狠眼神的那种感觉了。这下帽檐就是基本上打磨完成了，主要就是将它延长，然后两边打磨出一个倒的三角形，然后利用帽檐的这个斜度，让眼神看起来更加凶狠一点，这样可以让高达看起来更帅一点。然后主要就是有几个零件也要配合修改。那么第一个位置呢，就是可以看到这边这个灰色零件，它原来这边是有一节突出的，和这边对应的有一节突出，那么我们需要用笔刀把这个2节突出的地方给它切掉，不然延长的帽檐和它会卡起来，卡住的话就没办法装好了，这个是影响组合度的一个位置。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，就是需要可以看到，那因为我们这边延长，原来这个天线它是有个内扣的位置，就是这个位置它是内扣下来，那我们这边延长了以后它就没办法顺利扣下来，它就不可以正常的一个安装天线了。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天线的下端，就是这一节突出的位置给它切削掉，然后这边也对应的挖一个方槽往下延伸一下，方槽这边我打算用推刀比较宽的推刀来做，那这个切除这边呢，我就是用笔刀给它切平就可以了。把这一部分稍微修得更加锐利一点，因为它的下巴的红色下巴周围的这个像头盔的护面一样的东西，感觉还是有一定的修整空间，所以这边我打算再调整一下。好的，这样的话我把右边的面颊修整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主要是对这下面的部分形状做了一下切削和修改。这边的话就感觉整个头像被包裹在里面一样，那到右边经过一段切削以后，就可以感觉整个头立体感更加突出了。这一侧就是完全像是一个护甲一样的形状，而不像这边是一块像很厚的装甲包裹起来一样的感觉。我们来看一下左右两侧的对比，这就是边上白色零件的一个修改。好的，修改完成。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其他的改造小思路。首先，这个整个手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长的，基本上都快接近膝盖了。我们对比一下隔壁的78，可以看到它刚好是过胯的，那它这个明显是过长了的手，感觉这也是这台机器设定的一个特色点之一。所以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可能不喜欢。我觉得这是它一个特点，所以我就不做它的修改了。但是大家如果要改呢，也很简单，只要把这个零件去掉，这个白色的零件去掉，下面那个骨架的黑色装位给它剪短一点，然后大家再装上去，上面有一个突出的小点给它打磨掉，那整个手就一下子能变短。然后关于大家说的肩膀有点下垂啊，看上去这两个零件的下垂它不是很好看。那么这一点呢，我觉得也是特色一点吧，但是大家也可以改。改的话，其实就只要让两个肩膀往上扬，或者说是我们改掉外甲零件的造型都可以。看有朋友就是把这个零件这样反过来装，就是
把这一面做一个球桩，然后反过来给它装到那个肩胛上，这也是一个方法。或者说是把这个零件旋转180度，然后手臂接在这个顶上零件再移到下面，但这个改造工程量都挺大的。而且我觉得它原来这个骨架造型的零件是挺好看的，就是这一部分，这部分的零件细节已经是挺好看的，但是我觉得给它改掉的话就有点不舍得吧，或者说不太想破坏它的特色，所以这一部分我就给它进行了保留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关于这台 EX78 高达的一个改造思路，希望给到大家有一定的帮助。